然而，当军方的调查人员顺着潜艇上的裂纹突击查抄布拉肯里奇实验室长达30年的原始测试记录时，却令现场所有冶金专家的血压直接飙升。谁也想不到，这些潜藏在万吨艇体钢材深处的裂纹牵扯出一桩跨越30年，险些让美国整个水下潜艇部队全军覆没的重大军工丑闻。深海几百米下的彻底黑暗，在这里海水的水压高达每平方米数百吨，任何微小的结构缺陷都会在瞬间被大自然放大成一场无情的物理毁灭。此时，一艘重达7000多吨、单价接近40亿美元的美军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正以20节的速度悄无声息地穿行。它的核反应堆能连续运转33年，不用补充燃料。它的垂直发射系统里装满了足以摧毁一座中型城市的战斧巡航导弹。在五角大楼的宣传手册里，它是地表最强的深海刺客，是美国海军维持全球水下霸权的绝对王牌。然而，当这艘水下巨兽结束了几个月的战备巡航，浮出水面回到母港，并接受造船厂例行的超声波探伤仪深度扫描时，冰冷的屏幕上却赫然出现一道道让人毛骨悚然的金属微裂纹。谁能想到，正是这几道藏在万吨钢铁壳体深处的裂纹，竟牵扯出了一场横跨整整30年，差点让整个美国水下舰队全军覆没的终极军工丑闻。而当调查人员像剥洋葱一样从这些裂纹一路倒查到供应商的实验室和造船厂的车间时，他们看到的不是什么高科技的敌国间谍破坏，而是一场充满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的美式糊弄大赛。欢迎来到金属风暴。今天我们不读那些枯燥的潜艇参数，也不吹捧纸面上的顶尖黑科技，我们跟随海军犯罪调查局的脚步，去揭开藏在这艘美军最强核潜艇的背后那些能让五角大楼将军半夜惊醒的荒诞内幕。要理解这场风暴的开端，我们必须先弄懂一个要命的物理常识：潜艇的耐压壳究竟需要多么严苛的钢材？当潜艇下潜到极限深度时，整艘艇身会被恐怖的海水压力疯狂挤压，甚至艇内的空间都会被压缩，让接连管路发出让人牙酸的声响。如果潜艇在北极冰盖下航行，或是深海遭遇敌方深水炸弹的近距离爆炸，钢材就会面临低温与剧烈冲击的双重考验。如果钢材的低温抗冲击韧性不达标，它就会像一根放在冰箱里冻透的脆皮雪糕，受力的瞬间发生脆性断裂。在几百米的深海，这意味着全艇上百名官兵会在0.几秒之内被高压海水直接压扁。为此，美国海军选定了大名鼎鼎的布拉肯里奇冶金工厂作为核潜艇特种钢材的核心供应商。按照军方的硬性规定，每一批次的钢材都必须经过极其严苛的-40度下比微型缺口冲击验证。只有在极寒状态下经受重锤撞击不碎裂的钢铁，才有资格被焊进弗吉尼亚级的艇体框架。然而，当军方的调查人员顺着潜艇上的裂纹突击查抄布拉肯里奇实验室长达30年的原始测试记录时，却令现场所有的专家血压直接飙升。他们发现，从1985年到2017年，整整32年的时间里，超过240个批次的潜艇特种钢材测试数据，全是被同一个人用笔随意涂改出来的。这个人不是什么潜伏的顶级特工，而是实验室的首席冶金师伊莱恩·托马斯女士。这位女士的操作逻辑简单粗暴到连好莱坞编剧都直呼内行。每当一批钢材在-40度的测试中碎裂，韧性不达标时，托马斯大妈既不通知高炉重新炼钢，也不复盘配方哪里出现了问题，她只是优雅地推了推老花镜，拿出一支笔，在官方纸质报告上划掉不合格的数据，然后手动填上一组合格的好看数字。当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在法庭上严厉地质问他：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谋害美国海军官兵？你到底为什么要伪造这些关乎国家安全的数据呢？大妈给出了一段足以载入史册的硬核回答：我觉得军方要求的-40度根本就是在无理取闹，潜艇又不是企鹅，怎么可能去到那么冷的地方呢？而且那些真实的数据看起来太难看了，我只是觉得他们不顺眼，所以顺手改了一组好看的数字而已。
好一个看重数字颜值的冶金大妈！五角大楼花费几千亿美元，集结全美顶尖科学家打造的水下核威慑网络，生死存亡居然全凭一位大妈对数字好不好看的个人审美。这起案件最终以布拉肯里奇公司缴纳上千万美元罚款，大妈被判入狱收场。在法庭的法锤落下，美国海军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因为这些被大妈美化的劣质钢材，早就随着洛杉矶级、海狼级以及现役的弗吉尼亚级的建造流水线，完完整整地焊进了几十艘核潜艇的艇身深处。将军们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局，全部召回潜艇，切开更换钢材。这不仅会让美国直接濒临破产，还会造成水下舰队战力长期空白。装作无事发生，继续服役，谁也不知道这颗大妈制造的定时炸弹哪天会在深海引爆。最后无可奈何的海军只能选择最自欺欺人的办法，增加超声波探伤的检测频率，只要我扫描的足够勤快，列文就追不上我。但可惜的是，当海军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钢材问题上时，他们并不知道造船厂车间里的年轻工人正在给他们准备一份更大的惊喜。既然钢材存在质量问题，五角大楼的督察组干脆顺藤摸瓜，直接进驻全美仅存的2家能够建造核潜艇的船厂：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和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旗下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建造潜艇，尤其是弗吉尼亚级这种高度集成化的核潜艇，是一件极度考验工业底蕴的精细手工活。潜艇内部空间十分狭小，却塞满了几十万个零部件和密密麻麻的冷却管路、液压管道。在高压深海环境下，管道一旦漏水，高压水流会像激光一样瞬间切断一切，还会引发连锁短路反应。因此，这里的每一道金属焊缝都必须做到完美的全熔透焊接。然而，在一次突击内部质量抽检中，质检人员用仪器扫描一段非耐压管道接头时，屏幕上的信号异常诡异。当他们切开这段管道之后，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这根本算不上合格的焊缝。接头处的金属完全没有融合，中间留有巨大的缝隙，而填满这条缝隙的居然是民用的工业胶水和填充剂。更离谱的是，为了掩人耳目，造船工人还在胶水表面仔细喷涂了一层和周围金属颜色完全一致的灰色油漆。单凭肉眼从外部观察，这道伪装的焊缝简直是天衣无缝。美国海军犯罪调查局瞬间彻底震怒，造价近40亿美元的国之重器居然用胶水糊弄焊接工序，到底是谁想出了这种离谱的复原手段？随着调查不断深入，一个比敌国间谍破坏更让美国人绝望的真相浮出水面。这里不存在任何外部阴谋，只有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催生的管理失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大量重工业向外转移，曾经那批手艺精湛、能闭着眼睛焊出完美焊糊的老造船工人纷纷退休，而新招录的年轻工人没有经历完整的师徒传承与严格的技能培训，不少人连基础的手持电焊都操作不稳。这场胶水伪造焊缝丑闻彻底撕下了美国船舶军工产业最后的遮羞布。为了收拾这个烂摊子，电船公司做出了荒诞又无奈的补救措施，开出天价时薪，奔赴全美各地养老院社区，把那些已经70-80岁、双手微微发抖的退休老焊工重新请回车间，让这些祖辈老人戴上护目镜，抢修弗吉尼亚级潜艇最核心的反应堆管路。一边是图纸上能够发射高超音速武器，执行深海光缆窃听任务的顶尖黑科技，另一边生产线却依靠篡改数据的大妈，用胶水造假的年轻工人，垂目返岗的老爷爷勉强支撑。这种极致的割裂感，正是美军现役装备最真实的写照。你以为五角大楼不清楚这些潜艇暗藏的隐患吗？他们比谁都清楚。为了防止这些带病潜艇在太平洋深海发生解体事故，海军出台了极为严苛的检测标准，大幅缩短潜艇的大修周期。这就意味着潜艇需要更频繁地返回船坞进行全面探伤、更换零件。但这里出现一个无法破解的循环。前文提到，全美如今只剩下2家船厂具备核潜艇的维修能力，熟练技工断层，不仅新潜艇建造速度慢如蜗牛，老旧潜艇的维修产能更是彻底崩盘。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的权威审计报告，一组数据让国会所有人的无比震惊。
根据近期统计，美国海军现役攻击核潜艇里，常年有接近30%处于无法执行作战任务的瘫痪状态。他们不是被敌方鱼雷击中损毁，而是被自家船坞漫长的维修排队流程拖垮。以弗吉尼亚级波伊西号为例，这艘本该在深海执行威慑任务的顶尖水下杀器，因为船坞满负荷运转，等不到合格维修工人与替换配件，竟然在母港码头闲置了7、8年之久。一艘设计使用寿命30多年的天价潜艇，1/4的服役周期都是在码头生锈、覆着藤壶，艇上水手因为常年无艇执勤，作战技能不断生疏退化。这就是弗吉尼亚级一个充满矛盾与讽刺的矛盾体。在我看来，它依旧是地球上最危险的武器之一。它的布洛克5升级型号加装了大型的垂直发射模块，静音声学设计依旧全球领先。但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往往不是实验室里亮眼的纸面最高参数，而是支撑这套参数运转的庞大工业体系里最短的那块木桶短板。感谢收看本期金属风暴。你认为美国造船工业的空心化在未来会不会成为美军致命的软肋呢？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和我讨论，请订阅我，下期节目更精彩。